大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Sandra，是欢迎各位来，用智慧来提领现金。好，今天主题是加医科医师的秋季保健术，是加医科什么都要会，超级重要。有时候一点点不舒服，我们不会马上去大医院，我们会先找各位加医科医师当做我们的第一关想要询问的对象，所以他们算是通才啊。对啊。首先介绍是郑君怡，你好。郑医师您好，大家好，我是郑医师。阳明大学医学系诊所的院长，你知道吗？哇，已经是院长，院长好，院长好。你主要看的是皮肤各方面都看吗？对，就是都看啊，就是头痛、胃痛、尿道感染、伤口感染都可以看。哇，你们到底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什么都看掉，应该就是说，很厉害。一般家庭中常出现的小问题，但是比较不是侵入性的，就是加医科都可以帮你解决掉这样。对，接下来介绍杨志文，你好。杨医师您好。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是的。哇。您今天要宣导的是？我今天主要就是讲到是秋冬的保养嘛，所以我们其实在保养的时候，在季节交换的时候，我们免疫力其实容易会被诱发，就太过敏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像哈啾啊这些过敏的症状产生。对，那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要透过比如说可能就是吃药啊这种都短时间的控制，但因为它就是很需要一直吃药嘛，没有办法永久性的，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注重的是肠道的健康，因为我们肠道其实有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大的免疫的器官，对，它有非常多的益生菌在里面，它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调节就是非常有帮助。对，肠道跟过敏那些都有关系哦。对，非常。所以我感冒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的肠道没顾好，这样。对，就是肠道会影响到免疫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它负责大部分免疫，它也影响到全身性的免疫的调节。所以如果肠道不好的时候，当然整个扩散出来的全身免疫都是不会太好。接下来介绍蔡思丽，你好。蔡医师您好。台湾大学医学系，他是几乎今天来都是诊所院长嘛，对啊，都各位院长都自己开业了哈，是，大家都提供一个今天秋季如何保养。秋冬的确因为荷尔蒙会受日夜长短变化、温度变化波动的免疫力，那内脏脂肪也堆积的过多，也会影响免疫力。那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热量又摄取的高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鼓励大家说要注意，大餐前可能当天你就要有饮食规划了，特别就是碳水啊。碳水、淀粉，我们米食文化太多好料的淀粉，而且中秋节那个月饼、柚子都热量很高，那吃一颗可能就400卡，对不对？要烤肉，还要弄酱，对，那秋天真是对补身之外要有规划了。来，接下来介绍李雨清，你好，你好，方案真好。哇，李医师有个那个偶像外表哎，对，他有偶包啊。国防医学医学系加医科的医师啊。秋季提供一个保养术。那现在因为医学也进步了嘛，大家都希望走预防医学，那可以尽量的减少这个生病的机会。所以这边就要提醒大家，秋冬到的时候呢，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些疫苗，可以让我们来做施打。像是每年公费的，就是有流感病毒的流感疫苗。那之前有这新冠病毒的部分，那现在也肺炎链球菌疫苗，新冠病毒的疫苗，肺炎链球菌。新冠病毒还对，那是现在有新的变种疫苗的这个打4剂、5剂的呢。4剂有。对，所以平常自己免疫力要增加了哈。来，郭威婷医师你好。郭医师您好，笑眯眯郭医师。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啊，加医科的医生啊，您提供什么样的保养？我想这个秋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学了开学，开学了以后呢，不得了，学生呢他是群聚的，那群聚的话，一般我们加医科在秋冬换季的时候，最担心是开学期的这个南北的病毒交流，所以最重要还是要拿出我们在防疫期间小朋友的那种，其实大家都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勤洗手、戴口罩。其实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今年的6、7月有一段时间是第6次的那个 COVID-19 的爆发期，好像大家可能都没有遇到，我们在加医科那个病人一天可以看10-20个COVID-19 确诊的病人。现在8月份好一些了，好像是在担心今年入冬会不会有第7波，要小心。所以有疫苗，就像刚才李医师说的，有疫苗建议大家真的有机会还是该施打，因为其实疫苗一定是利大于弊。那除非你自己身体有一些特殊状况，还是会建议您健康的那个男女老幼都应该接种疫苗。欢迎5位，欢迎5位医师，欢迎你们。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新闻主播沈景阳主播，主播好，大家好。王牌营养师刘依丽营养师你好，营养师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
第一回合存款争夺战，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里面准备了6万元的奖金，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是第一题，我们沈景阳主播的举圈或叉，Sandra请出题。身体不舒服，却因为固执迷思导致错失黄金治疗期。根据《天下》杂志的报道，请问台湾民众的10大医疗迷思包括哪些呢？请抢答。我们的就是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一定需要去换水晶体这样？因为很多病人会问我说，他们现在就是视力有点模糊，那是不是一定会需要去换水晶体？但是因为其实在50岁之后，我们的眼睛会出现的病变是非常多样化，会突然的增多。譬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或者说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部病变都会增加。对，那其实没有一定说一定要去换水晶体去改善视力，因为你有可能在换水晶体的过程中会造成其他眼睛病变的，就是几率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不一定就是白内障手术一定要置换水晶体，就是说我们眼睛的保养可能要从以前开始，因为50岁以前其实眼睛会并发的疾病比较少一点。正确解答。有的。他讲那么多，再补给他对不起他。医师的意思是说，就算开刀也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啦。对，是这个意思吗？来加3000块。胆固醇过高一定要处理。正确解答。真的哦。杨医师的意思应该是说，不是胆固醇越低越好，因为其实胆固醇它应该要维持在某一个数值里面才是正常的。如果你太低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病变。对，懂的。而且你要好的，高是高，好的要高。胆固醇还有分好，一般人怕的都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我们俗称坏的胆固醇。这样哦。蔡思丽。常有这个癌指数啦，测健康检查验癌指数，然后男生就验个 PSA 射物线那个敏感性抗原，高他就哇慌了，天哪，以为自己快要得癌症。对，然后事实上那个高其实还要看很多其他有没有相关的其他检查啦、症状啦。还有一个学弟30多岁，自己也是医生，结果就是假日就去骑那个 U-bike，然后就骑一整天，平常不运动，骑一整天，隔天礼拜一哇血尿。他吓到了，然后自己就咖喱的医生嘛，然后就去测，有高哇，学长怎么办？他就想到阿姆斯壮睾丸癌啊，对，但是他家族有家族史，所以他真的就是很紧张。不过这个为什么会尿血？太累了是？平常没做那么久的那个在那里massage，他骑1天的自行车，而且是趴着的这种，他这个都会干扰啊。我知道，因为我骑过1天不能尿尿，对不对？要么1-2天不能尿，我吓死了，因为尿不出来嘛。来，对我说，正确解答。来加3000，来李雨庆。我自己也蛮常遇到，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常胃痛，那药局或者是广告的一些成药里面有很多胃药，所以我自己蛮常遇到一个病状，就是因为胃痛，然后自己买胃药成药来吃。买成药来吃，对我说。正确解答。其实不是所有胃痛都可以买胃药吃，还是要听医师怎么讲。来加3000，郭伟霆是很多在门诊的男性朋友问我说，郭医师，女生有更年期男生是不是也有更年期？那大部分的人认为是没有，其实男生是有更年期的。有更年期。来对我说。正确解答。男生本来就有更年期啊，是男生的更年期，跟女生不一样，因为女性有经期，她会停经，对，但是她会有一个开始，她会觉得说有一个就是好像对那就是开始点。那男生在哪里是不想做了？40岁以后的这个荷尔蒙就每年代理0.4%左右，慢慢在，那可以测出指数了。渐进式当然跟他的工作压力、睡眠不好、喝酒、抽烟，其实很多指数都有关联性。那其实就像瓜哥在讲的，其实在国外有些泌尿科是以男生的性欲不够来判断他有没有真的，他说的是真的。可是我觉得我有更年期，不也有啊，也有那种70、80岁的生小孩的也有啊。因为蛮多患者，他们常常就是去做检查的时候说他们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然后也是会来问说，那他们需要做什么处置，或是吃药就好呢，还是打针就好呢，还是打 PRP， 还是说去复健，或者说去开刀这样子。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已经突出了，是不是就已经要开刀把它推回去？但是其实也是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其实如果像一些运动啊，或者说长提重物的话，椎间盘长期都会突出。那其实我们椎间盘是一个就是有一点弹性的结缔组织，那如果被就是用力压迫性太久的话，它有时候会暂时性的凸出来一点点。那我们可以靠一些附件，譬如说一些柔软性的运动，或者是就是拉伸的部分，去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没有一定说椎间盘突出就要开刀来改善腰痛。答对。请教3000。杨医师，我想大肠镜的检查，就是因为像很多的新闻稿啊，就是发的很夸张，就比如说什么今天这人肚子痛，然后就检查医生就说X 光片一照就发现一个非常大的肿瘤，然后就说你大肠癌。然后就会喜欢说如果出现这种很大的警讯的时候，比如说常常消化不良啊、便秘啊，然后肚子一直觉得好像硬硬的啊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就要高度怀疑是大肠癌。所以大家就是说需要做大肠镜来检查，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异常情况。对，所以大家就很想要做，尤其是一些像这种瓜哥这种比较高经济地位的人，都会对于这个健康的议题特别重视，所以大家就很想要做大肠镜的检查。但事实上不要吗？因为这是迷思吗？对，这就跟打疫苗一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评估它的优点跟缺点，因为其实任何的医疗行为一定会有一些副作用。正确解答。有的。蔡思丽也是健康检查相关的，就是有些人他年年都做，他经济状况花得起，可是怎么？从一个年纪到了另一个体质转变的阶段，怎么变成有骨密度、骨质疏松了？他说，我每年都有做骨密度检查，怎么我还会得啊？也就是说，得不得一个状态跟检查什么关系？对啊，那大家就会说，我弄折啊，怎么还会得？搞不清楚检查跟医疗。请教3000。所以有可能你今年检查密度是蛮高，明年可能就流失很多，有可能嘛停经前后，如果刚好是那个一般人怎么样感觉自己的骨密度有疏松？爬不上楼梯吗？还是说有身高变矮？对，身高变矮是一个，就感觉自己就是老豆丢啊，人家说老豆丢，容易弯腰驼背。豆丢，对，老豆丢就会越来越矮啊。对，阿妈都会说，你看我。假劳就劳豆丢，其实就是因为骨质疏松，对，因为椎间盘被压扁，它水分变少了，所以高度就整个高度就感觉正常的几公分呢应该不大会啦，但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这样越来越鼓，是真的。这集会讲完，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啊。我全身病可多了。李玉清来。排在后面真的很吃亏，前面大家都讲完了。你可以讲别的。那我讲一个不是我自己病人上，我自己遇到好了，就是。我有一次吃东西的时候，然后那个炒菜那里面不知道那个餐厅呢放了一坨，里面好像一个小石头。我咬到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很大的一声，我的牙齿就断掉了。对。然后因为我弟是牙科医师，然后那时候晚上8、9点，我赶快打电话给他，我说糟糕，我牙齿断掉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需要做植牙？是不是要处理？就是要换掉这样子？那我想，因为很多民众也会这样子蛀牙啦，或者是牙齿一些外力损伤，都会就是造成牙齿的破损啊，或者是缺损。然后就想到什么？因为现在大家牙科技术很好的植牙，然后想说可能就是要去走植牙这一块。那其实后来我弟就跟我讲说，没关系，你来我帮你看一下，他帮我照 X 光，然后好好的评估说你这个还可以保留。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们一般遇到病人，如果说他牙齿还可以保留的话，他都会尽量的建议我们把它保留，自己的牙齿还是会比植牙好。对，所以后来我的牙齿断了一半，但是不是摔车，不是，我是吃东西吃到断掉。对，但是后来他就帮我重新做一个根管牙套。就一定要不是断牙就要做植牙。六或手。答对。好的。来，请教3000。来，郭威婷。许多患者朋友都会觉得说，那个健康食品好像越吃越多越好。他一早上我有听到病人数给我听叶黄素1颗，维他命 D 这很重要嘛，别讲然后钙片也要吃，然后呢，他要吃维他利然后呢，他一数起来，益生菌，他拿数给我看，益生菌当然要吃，不吃不行。然后呢，这个一把下去，他算一算，会是阿高给黑的阿里什么命的压下去，加起来12颗。这个我是觉得说，我不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我常常在这个门诊里面跟许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都会建议说，你还是从日常的生活的其实很多
其实老实说，我们仔细去查，不管维他命 C、维他命 B 都是可以在食物里面摄取到的。那天然的食物摄取到的，应该都会比我们经过人工再制的为好哈。那当然呢，健康食品有它的不可替代的好处，是因为它的效率高。我们可能要吃好几颗高丽菜，好几颗那个什么苹果才得到一样的维他命 C。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摄取那个我们天然的食物摄取到的营养会比较好。好，郭医师说的非常好，但这题是错的。你说讲了5分钟，结果是没有这个吗？不在10大里面啊。来，郑医师。应该是关于心脏方面，病人常会蛮多有迷思嘛。那这一族群的病人常常，居然还有人曾经问过我说，那他的心脏是不是如果先装支架，那他就比较不会心肌梗塞或中风？然后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大家对于心血管的保养，就是会觉得要很通，通汇楼要非常的通，就是每一条都要很通。所以很多人他在这方面他会有一些执着跟迷思，就像安吉丽娜·裘丽不是先割哦？对啊，因为他说他有那个癌症的家族是先割掉。他说你还没心脏病，觉得你心脏不好，先放支架。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像通水管的原理一样，就是说你不可能一条水管通了，它就不会再阻塞。就算它装了支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动脉斑块粘着在上面，所以可能造成中风的危险性。而且你一条通了，其他条也不一定会通，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正确解答。找到一个了，来加3000。接下来的这一题呢，是由刘怡礼营养师来举前后差，请出题。现代人容易焦虑、睡不好，补充色氨酸很重要哟，因为它是帮助你入睡传讯因子的原料，也被认为呢与维持正向的能量有关。那请问临床上建议的色氨酸食物有哪些呢？你讲的，又是郑医师，速度很快，来请说。我印象中应该有火鸡肉。恭喜答对了。请加3000。杨志文。坚果类的食物。坚果类食物。对或错？可以再详细的讲哪些坚果吗？比如说核桃啊，或者是杏仁。请选一个。核桃。恭喜答错。答错。恭喜核桃没有在里面。核桃很健康耶。我们不要先解释，不然影响到别人答案了。蔡司。芝麻嘞。芝麻是黑芝麻、白芝麻。都来好了。黑芝麻、白芝麻可不可以？来，对我说。恭喜答对了。请加3000。李欣。坚果类的燕麦。你刚刚说什么类？没有，对不起，我说我要说坚果类的这个食物里面，我就跟你说对不起了啦，大家都紧张了。燕麦，我刚刚说燕麦，燕麦不是坚果类。你讲燕麦，全谷杂粮类，对不起，日本的，它是全谷杂粮，燕麦。燕麦对我错。恭喜答对。对的。郭医师，牛奶。答错了。没有，是。我以为喝一喝就睡着嘞。牛奶没有。对啊，想说牛奶喝一喝。其实很多人会想到要助眠就要喝牛奶，但事实上牛奶会助眠，主要是因为里面的钙。对。对，钙会帮助助眠，但它里面的色氨酸不多。了解了。好。cheese 有吗？ cheese 的 cheese。来，对我错。恭喜答对。有。cheese 可以睡。对，cheese乳酪类的东西，它的色氨酸含量还蛮高的。对。睡不着，吃完一整包这样子，瞬间。蔡医师。我在想那个番茄。番茄是没有在答案里面的，对。但是呢，它达到一个很大的重点。番茄确实在最近的研究，我们国内的这个医学大学研究里面，如果是更年期再碰上失眠的话，连续喝3个月的晚上大概2颗番茄打成汁，有助于睡眠。但是如果你今天题目是色氨酸食物，那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雨欣，猪肉。恭喜答对。有但是我先讲猪肉里面的部位，猪里肌的含量特别高，所以猪肉我就给它答对啊。但是大家就不要再答猪肉类的，因为就是猪里肌的含量色氨酸特别高，其他就比较少一点。剩你了，郑医师。我想刚刚提到睡前吃面包抹 cheese 说不定有帮助，可能是吐司吗？答错了。该你了，雨欣。鲑鱼。恭喜答对。请加3000。
剩你一个人呢。继续答。这个对医生来说有点辛苦，因为我们在诊所卫教都是交给营养师在做，所以我们都是靠着耳朵在隔壁间偷听这个经验。猜什么？鸡蛋有吗？鸡蛋，对或错？恭喜答对。哇塞，你偷听的耳力真好。你太好了，你根本没有用心在看诊，都在偷听。加3000。还有继续。我觉得植物类应该也要有更多。那我在猜豆制品的什么豆？毛豆或豆腐，猜一个好了。豆腐啊？你是猜豆腐？毛豆还豆腐？好了，毛豆对或错？好刺激哦！终于猜错了。好，精确。请营养师再补充。对，其实含色氨酸的这个食物还蛮多的哦。对，比如说像如果是淀粉类的话，像小麦胚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大红豆。大红豆它的含量非常高，然后另外你讲说红豆汤那不叫大红豆，对，就是比较更大颗的那一种，像吃剉冰的那一种。可是很甜呢。对，但是它的色氨酸含量蛮高的。其实，在日本的营养师他会把那个红豆饭啊，混合那种大红豆、小红豆，把它煮成红豆饭，帮助睡眠，放在他们的食谱里面。然后另外豆类里面呢，我提供就是2个含量很高的，一个是圆形的黄豆。对，圆形的黄豆，所以如果你做成，比如说像五香豆干含量也很高，这是大家比较不晓得的。所以如果你晚上睡不着，你要点卤味，其实可以试着点五香豆干。对。然后另外还有鱼里面，刚刚提到鲑鱼是 OK 的，那像白带鱼、秋刀鱼、小鱼干含量都很高，这几个都是前几名。然后刚刚提到猪肉，其实牛肉也可以。牛排也可以，牛排的色氨酸含量也高，所以吃起来也会心情愉快，让你放轻松。哎呦，那晚上来吃牛排，感觉就是吃一下就睡得了，有鬼嘞！哦，现在12点来吃牛排，色氨酸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每次只要提到色氨酸都会讲的食材，大家没有讲到，就是香蕉。哦，香蕉。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答香蕉，这个答案也是错的。为什么？对，因为大家会觉得，放松好像要吃香蕉，对不对？对。但事实上，你要吃香蕉皮跟香蕉的那个丝络里面的这个色氨酸含量才高。那香蕉的果肉里面呢，它色氨酸含量很低，但是我们也会把它放到就是设计在安眠的食物里面放松。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镁含量很高，所以镁也可以让你肌肉放松。还有9000块呢。OK。接下来是我们主播来举。2题答完嘞，对不起了。你有什么可以是补充一些记忆力的？比方说，2题答，忽而一忽，9000块，因为2轮答对了哈，所以这9000块留在下一轮，我们先宣布他们现在的奖金。好，目前呢这一回合，郑医师15000，杨医师6000，蔡医师9000，李医师18000，郭医师3000。9000块就留到下一轮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Sandra， 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答题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计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那一直累积。那每一轮呢，最后剩下的那一位，其他都被淘汰了嘛，最后剩下那一位就可以把当时累积的奖金全部灌给自己，包括上一轮留下的9000块，总共进行3轮。第一轮请出题。吃早餐很重要。根据美国医疗调查，不爱吃早餐的人比较容易罹患什么疾病？A. 糖尿病 B. 失智症。请作答。郑医师，因为血糖不稳定嘛。如果不吃早餐的人，因为他晚上已经空腹很久了嘛，那他如果长期下来，就是突然补充热量的话，其实会增加我们血糖的波动。那长期下来会增加胰岛素阻抗的数值，不高不低的，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蔡医师也认为。不吃早餐，事实上长时间如果都饥饿哈，身体会去燃烧肌肉。对，肌肉流失在失智症是一个很显著的危险因子。我想肌少症在这里应该会扮演一点角色，所以我选失智症。郭医师的看法，因为通常如果不吃早餐的话，他的午餐跟晚餐应该会吃的更多。对，因为美国人很多大胖子，他可能就
生活作息都有点颠倒。然后呢，而且现在又比较流行像168，它就是在那个8个小时的 Happy Hour 狂吃猛吃，所以容易造成跟那次讲的差不多，就是它因为。就是暴饮暴，其实老实说，我们吃东西应该是要平稳，血糖平稳，对，这样才能让胰岛素血糖的一个数值维持一个稳定。正确答案是 A 糖尿病。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的调查发现哦，如果你不吃早餐的那一天呢，你午餐之后的胰岛素的浓度会增加28%，血糖会增加12%。比起你有吃早餐的那天来说呢，你午餐后的血糖跟胰岛素浓度高出很多。所以也就是说，你不吃早餐会产生胰岛素阻抗的情形，然后你血糖又不稳定，那导致你的糖尿病几率比较高哦。大家想减肥也不能长时间不吃，你的血糖会影响，就减了肥，最后变糖尿病了。来，2位请到休息，稍作休息。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生病好不舒服，到底是流感还是感冒？请问有下列何者症状代表高几率罹患流感 ？A. 喉咙痛 ，B. 肌肉酸痛。请作答。通写肌肉酸痛，这个对家医科医师应该是送分制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感冒。那感冒的病毒，一般感冒病毒跟流感最大的差别就是流感会有就是呼吸道外的症状，呼吸道外的症状就是像酸痛啦、倦怠感，这种跟呼吸道本身的病状比较没有关系的，所以流感应该是肌肉酸痛。对，正确答案是 B 肌肉酸痛。流感呢是人体被特殊的流感病毒感染而起的急性的呼吸道疾病。那最常是秋冬的时候是好发期，会流行一波。那流感有很多症状，可是跟一般的感冒类似，包括说发烧啦、头痛啦、流鼻水啦、喉咙痛、咳嗽，你会以为很难分辨，但事实上流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更明显的东西，就是全身性的肌肉都很酸，还有包括你特别疲倦，而且它发作会比较突然，而且痊愈时间也需要比较久，而且流感很危险哦，它容易引起并发症。下面一题，请出题。便秘偏方是好多，但都没效。请问，根据研究，常便秘的人和大便顺畅的人做下列哪件事可以改善便秘 ？A. 接吻 B. 拥抱。请作答。太奇怪了。笑死我！这意思，如果说有口水的交换的话，应该可以交换一些就是我们肠道的菌虫，所以我觉得应该跟排便比较相关了。因为你总不可能那不是直接做比较快一点？皮肤没有，因为我们会说一根肠子通到底嘛，我们从嘴巴到肛门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就是当做体外来看待。我觉得那个比较是同一区的事情，就是跟皮肤比较相关。对，你那区又不一样了。对，没有啊，做不是比较直接很兴奋吗？那区不一样啊，对，不一样，不一样。一根肠通到底，我想的是另外一区，你跟省道不一样。你那是另外一部分。可是它会刺激肠胃蠕动，很兴奋嘛。那如果说你为什么不到处跟人家睡？因为我去治我的便秘，这样也很奇怪啊。当然是夫妻情侣嘛，对吧？那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接吻。生物学家表示夫妻接吻一次呢，可以互相交换8000万个菌群哦。那夫妻之间的肠道菌群呢，就比较接近啊。那你如果大便不顺跟大便顺的人交换了这些菌群的时候呢，你会影响到不顺的那个人体内的代谢跟功能，帮助他增进他拉屎的能力。哎呦，是这样子的。原来如此，哇，这题被我老婆看到还得了了。每天找你接吻吗？我比较担心他，他就是有便秘，我一天是2、3次。你就说好吧，来吧。一定要用感情啊！对，用感情。对，我来治疗他的便秘好了。来，请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蟋蟀的叫声其实话中有话，请问从蟋蟀的叫声可以得知什么 ？A. 气温 B. 湿度。请作答。只有一个人选气温啊。对，因为节气的关系，我在想到就是有一个节气，就是虫要
那个从那个冬季的气温里面苏醒，然后就会有一个那个叫做惊蛰。然后所以我在想说，大概昆虫可能对于这个温度的这个感觉比较敏感。你讲的惊蛰在农民历上也有写，所以感觉虫类可能对这种比较敏感。但是我讲那么多，等一下错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丢脸。正确答案是 A 气温。对。一切冷血动物的身体机能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运行比较快。比方说，你看蚂蚁，它在冷天跟热天，它走的速度呢，就知道哪天比较冷，哪天比较热啦。那蟋蟀也不例外，它们叫的速度跟它们的温度，当时的温度直接相关，而且还可以算得出来。通常我们计算一下，蟋蟀8秒钟之内叫几次，然后加5。就是当时的摄氏温度。来找一只蟋蟀来，现在19000，这一回合19000，肥了李医师啊，请进入李医师账上。直接37000了，但还有机会，但才第一轮，才第一轮而已啊。第二轮请出题。蚊子嗡嗡嗡，好烦人。但是你知道吗？只有其中一种性别的蚊子才会吸人血。请问是下列何种性别 ？A. 雄性 B. 雌性。请作答。啊？还有人选雄性哦？雄性不会啊。哦，因为雌性要生小孩嘛。我以为的动物会是就是妈妈在家里照顾小孩，然后爸爸出去就是教学回来看血，这样比较轻松啊。妈妈太累了，对。所以搞不好是雄性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雌性。大家其实都知道，蚊子又会叮你、咬你跟吸血，但一般来说呢，只有雌蚊才吸血哦。那所有的蚊子都是花蜜跟植物的枝叶为食粮嘛。但雌蚊呢，就像您说的，要卵巢跟卵发育，它会需要透过吸血这个动作来额外摄取蛋白质。所以呢，雌蚊呢每次产卵前要好好的吸一次血。来加4000。可是说真的，万一蚊子真的绝种，我们会怀念它吗？我不知道，我是不会啦，你会吗？就大自然的蟑螂呢？哦，快走吧！请出题。中式合菜餐桌上常会看到圆形大大的餐桌转盘，请问这种转盘是为了预防什么疾病而发明的呢 ？A. 肺结核 B. 日本脑炎。请作答。只有郑医师选择的是日本脑炎，你说？日本脑炎是蚊子传递嘛，它是蚊子当做媒介嘛。那肺结核是人的飞沫传染当做媒介嘛。那我刚刚想说，如果转盘一直转的话，蚊子可能就是会头晕。你刚不是说飞沫吗？飞沫对啊，就是转的不让你口水停留在那边啊，喷不到，喷不到。因为肺结核。就是大家坐在旁边，还是会互相讲话，还是会咳到，还是会有老痰吐到别人身上啊，所以还是有可能会传染。但是你如果是转盘，就是可以让蚊子就是好像失去方向，就有点像我们就是隔餐要盖那个防蚊罩的概念一样，对对对，就是蚊子光要停下，又转了开始，又转，觉得很忙，对对对。那你们怎么会选择肺结核呢？那我觉得蚊子应该是叮脚，它不会在餐桌上面，所以餐桌上的事情跟蚊子好像比较没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正确答案是 A 肺结核。你常常看那个餐桌上面转盘啊，都是中式的餐厅啊。那发明转盘的人呢，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卫专家，也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先生。那时候就是肺结核非常的猖狂，很多人就是死于肺结核。那很多人觉得，原因应该就是不卫生的饮食习惯，所以呢，不要让大家用筷子一直夹同一道菜吃，所以他发明了这个转盘之外呢，旁边再加上公筷母匙，所以这样子就减少了肺结核传染的几率。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可乐一开始竟然是药水，请问最初发明可乐的用途是为了治疗什么症状 ？A. 头痛 B. 咳嗽。请作答。都是为了咳嗽。来，蔡医师。
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它是可以镇咳，对于呼吸中枢会有抑制。咳嗽中枢不是呼吸中枢，咳嗽中枢可以有抑制效果。它那个成分也是会在一些咳嗽药水里面会有。啊，所以以后我要是有点咳嗽，我可以喝可乐吗？不过它浓度毕竟是食品等级啊，没有到药物等级。可是它当初是为了治疗咳嗽，因为咳嗽糖浆都甜的嘛。对。而且咳嗽糖浆会有点晕，对，很嗨的感觉。很多咳嗽药水喝起来，你的可乐喝起来味道也会觉得好像有点相近，很像药水。你知道吗？台湾中南部很多人买一箱一箱的咳嗽药水。傻嘎嘎呐！啊，干嘛？就这，喝到上瘾了。对，因为成瘾，浓度够高，有摇头丸的效果。因为它很嗨啊。对，是。他后来喝的不是为了治疗，是嗨啊。天哪，那这样会有也是不好，对不对？过犹不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头痛。可乐其实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呢，是一种治疗头痛的药水哦。那当时是美国的药剂师 John Pemberton 他调制的，把它叫做古柯科拉。它是用古柯树的树叶跟树脂里面提升出来的古柯碱。那反复的试验之后，配制而成一种能治疗头痛的深绿色药水。那大家想想看，它变成饮料之后，谁想要喝一瓶深绿色的饮料？所以它为了美观，在改变了它的颜色调色处理，所以才变成现在的褐色的可乐。都没人答对，7000块继续留着。好的，进行最后一轮第3轮的决战，来，请出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得以运用不同的生物技术辨别身份。请问，下列哪种生物辨识方法具有极高的防伪性 ？A. 虹膜识别 B. 指纹识别。请作答。4个写虹膜识别，卷 B 的是郭医师，请说。虽然说虹膜那个现在比较新的一个科技技术，但是指纹的那个各种的几率排列组合，应该还是会比虹膜来的多。对，正确答案是 A 虹膜识别。业界来看啊，生物识别领域中长久有它存在价值的技术其实是虹膜辨识这样的一个技术。因为呢，它唯一性、稳定性，而且不好伪造，而且重要的是它是活体检测，那安全上可以占上绝对优势。比方说，你如果把它拿下来，基本上电影这样演是不 OK 的，因为拿下来它死掉的时候啊，其实它已经放大。失去活性，根本机器是读不到的，所以人家也没办法来 copy 它。所以其实虹膜识别是非常非常具防伪还有唯一性的。来，请到旁边休息。加4000，1万1。下面一题，请出题。人体肌肉也有快慢之分吗？请问，在身体众多肌肉当中，哪个部位的肌肉可以动得最快？A. 眼睛 B. 舌头。请作答。郑医师，眼睛快吗？因为眼睛其实有时候有人会说右眼跳左眼跳嘛，对，因为其实你会看过那样的患者，你会看到他其实他右眼跳的时候，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对，因为可能我感觉没有像舌头可以动那么快。对对，因为舌头毕竟是大肌肉，相对于眼睛来说，应该是比较大块的肌肉，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就是震颤的速度应该没有到那么快。你选择舌头。对，因为舌头就是说我们讲吃东西，当然就舔这动作是很简单的。可是我们其实现在讲话啊，各种口音都是需要，对，舌头是需要，就是形状是需要很复杂很大的变化。像中风病人，他们如果常常语言中枢，然后要做这语言复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的舌头就是非常的不灵活。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肌肉其实很多，但平常就是感觉好像眼睛比较重要。舌头还可以打樱桃汁啊。对，那种都不知道怎么，你会啊？我不会，我知道。动作，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眼睛。在我们身体啊众多肌肉当中呢，眼睛的肌肉是最忙的哦。那它的活动呢是10组肌肉来控制，那其中有6组是围绕着眼睛，然后干嘛呢？追踪物件，然后扫描这个影像，还有稳定影像。那这些肌肉非常的精细，而且活动迅速。比方说，你看了1个小时的书，其实你的眼外肌是运动了至少1万次啊。对，眨眼啊这些哦。来，请休息。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
一了百了其实是一种称赞，请问在古代会用一了百了称赞什么人 ？A. 聪明的人 ，B. 有效率的人。请作答。蔡医师，请说。举一反三嘛，那一了百了，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了。对，你只要讲这个东西，其他我都通明，就知道了。一个了解，100个也都了解。对。那我们想说一了百了是啊，算了，我活不下去，我一了百了。怎么会用到这里来哦？对啊。对，有效率。一了百了也可以想成就是，可能一个人他，别人做了1件事情，他已经做了100件事情。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聪明的人。一了百了呢是南宋朱熹他认为资质很高的人了解一件事情，等于就了解一切了，而且不用节节用功。那还有就是你资质中下的人啊，你什么都不能了解，却需要节节都很费尽心力。所以意思说，如果你聪明的话，你领悟力强，一个事情了解了，其他事情也完全了解了。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胀气时可以适量吃些发酵食物。肠胃科医师指出，下列何者可以有效帮助缓解胀气 ？A. 德式酸菜 B. 韩国泡菜。请作答。都选韩国泡菜。有饮食研究提到就是它可以让胃食道逆流酸的调节。缓胀气。卫生研究有提到这个韩国，但是它德式泡菜有没有去做类似的研究就比较酸菜，德式酸菜也许也有，但是我知道有韩国泡菜。我们跟韩国泡菜比较熟。对，菜包肉。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德式酸菜。怎么说是？台湾科的医师表示你要消除胀气你有3种方法。第一种呢是可以吃一些消胀气的水果，有哪些呢？像是奇异果木瓜、火龙果。那第2个方式，你可以喝姜汁柠檬饮。那再来的话，你也可以使用天然发酵的食物来养好菌。哪些是呢？像是味噌无糖优格德式酸菜。那刚刚大家选的韩式泡菜其实不太建议使用，因为它真的太咸了，太咸的东西会伤害你的胃黏膜，反而会造成你胃的负担，怎么可能还帮他消胀气呢？那既然没人答对，这16000呢就回到我们行库了那我们3轮结束之后，请我们乡里来宣布他们奖金。好，最后呢，郑医师15000，杨医师6000，蔡医师9000，李医师37000，郭医师3000。恭喜李医师获胜，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李医师来请。这提款卡有37000他第2趟就达标了，后面根本没有。对，后面没有再累积。我刚刚想，我可能要到5万多。还好没有。来，请插卡。金库请打开。里面有37000是你的奖金，但是先必须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出示2道密码。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3画的医学院念7年，或是总笔画50画的幽默好医师。念7年是必要的啦，万无一失嘛。对不对？淬炼成精这种念7年经验才够，脚踏实地那幽默好医师，妙语如珠，笑脸迎人。对你要选哪一个？好像都没有概念。那我觉得选幽默一点的好了。好，幽默好医生多7画就对了。好，请锁定幽默好医生。那我们看看医学院念7年到底是什么成语呢？4个字来，请出。千锤百炼。没选到这个好可惜千锤百炼。你看没有？淬炼成精也是一样对。马上出题，时间是我说开始就1分钟清楚写字再填密码啦。幽默好医师，请出题。妙语解疑。我以为妙语如珠，那不是太简单了。妙语解疑。妙语解疑呀，这个疑是讲清楚妙语解疑，计时1分钟，开始，清楚。
开单都写英文药单，对不对？对，也很少写中文。不错。有时候中文字啊，是越写越觉得这怎么说，对不对？咦？疑问的，计划。停，用了多久？你还有12秒。来，密码09141313。对或错？错的哦。妙妙，你要不要注意看你第一个字？妙。好，来，计时开始，请清楚。停。好，妙是改了，密码妙07141313。对或错？错了，你还有几秒？5秒。我是建议你第4个字哦。对，因为1、2、3看不出还有哪里可以改。妙语写是对的，我让你写完了哦，清楚哦。计时开始接。时间到，密码07141312。对或错？错的。来看看正确解答。啊，这个疑谁会知道是这个疑？谢谢，跟他说拜拜。来，问王姐。啊，可惜。这个大快朵颐，谁会想到这样？对。所以这个捶配啊，就重要。你向下捶就是说很不开心，向上一点就是开心的。哇！大快朵颐，它那个是妙语解疑，大家知道，又学了一个成语了哈。谢谢各位医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了，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医师，谢谢各位医师。ATM，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